大家好呀！刚刚苹果又发布了全系列的这个M4 系列的芯片在 MacBook Pro 上，对吧？这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简单来看一下总结吧。首先就是唯一今天出了一个新的芯片，就是 M4 Max， 对吧？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对吧？在M4 Pro 跟 M4 Max， 它这个新的这个 MacBook Pro 上，外观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然后提供了这个雷电5的接口，然后更好的续航。然后其他的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变化，细节我们在后面继续去说吧。包括 Apple Intelligence 也是跟前面的 Mac Mini 啊，都是基本上一致的，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就是可能内存带宽稍微提升了一点，其他的好像没有特别多更新的东西吧。我们在后面继续来看，仔细的看一下。首先就是这个现在的 M4， 这个它是支持3台显示器的，所以说它在这个 MacBook Pro 上，对吧？如果是用 M4 芯片，是支持额外，对吧？去显示2台显示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对吧？然后另外就是今年只有2个颜色，黑色、白色，银色啊，就是非常专业人士使用，对吧？不需要那么花里胡哨的颜色。然后外观包括这个接口的外观的功能啊，目前来看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MacBook Air 仍然使用 M3 的芯片，没有使用新的芯片，价格$999，然后它的内存翻到了16GB，然后没有增长价格，所以就算一个 MacBook Air 的更新吧，它还是使用 M3 的芯片。然后 MacBook Pro 的话，就是它从1599开始，然后是14英寸，然后你要选择更高的内存会更高的价格，16英寸的话是2499开始。这次比较大的更新，因为可能也是芯片制成的迭代，对吧？现在这个支持24小时的全天使用，是这个待机时间实验是天下第一啊。现在 M4、M4 Pro 跟 M4 Max 现在这全系列家族都已经增加到这个 MacBook 这个笔记本中了。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M4， 其实跟之前的数据是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在笔记本在这个 MacBook Pro 这个系列中，对吧？它直接就是没有阉割版的满血的 M4， 就是适合的 CPU， 适合的 GPU。对吧？性能依旧强劲，对吧？吊打 M1， 当然比 M3 快一点。M4 Pro， 对吧？这个是跟之前也是满血版的 M4 Pro， 对吧？14核的 CPU， 对吧？20核的 GPU， 对吧？但是它有个不一样，就是说它对比 M3 Pro， 对吧？它这个内存带宽也是增加了的，对吧？增加了 75%。然后这是它测试的性能，对吧 ？M4 Pro 啊，有了一定的提升，对吧？提升30%左右。然后这个现在就是 Apple 现在它也是可能比较焦虑，就是它在现在这个 AI 市场里面啊，它觉得它应该也算一个玩家了，对吧？它现在这么多产品都接入了它自己本地的 AI， 对吧？所以说这里放了个评价，突出它现在也是个比较核心的 AI 公司玩家。这 M4 Max 还是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芯片。我们看它是有40核的 GPU， 然后它这个内存带宽相对普通的 AI PC 就比人家快4倍，对吧？M4 Max 的 CPU， 对吧？它是相对 M3 Max 就提升了一点，并没有那么大，20%左右，对吧？然后它对比友商，对吧？就吊打友商，对吧？这英特尔现在已经被按在地上摩擦又摩擦。这 GPU 的性能呢，对吧？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然后这个 GPU 的性能又把友商继续按在地上继续摩擦。M4 Max 呢，对吧？这次呢，它有2个这个视频跟这个 ProRes 这个 encode 的这个芯片，对吧？芯片组，对吧？就可能它在这个视频处理上应该至少是翻倍的性能。它这又是软件测试，对吧？M4 Max 啊，又提升了。然后它最后就是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广告，接在这个视频的后方，对吧？他就说，哎，我用小拇指也可以顶起1000斤的重量，对吧？最后甚至还做了一个特写，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广告。他现在说它这个是就是图像处理能力非常强嘛，对吧？很快，对吧？然后这 AR 处理能力啊也很强，很快。它这个有比较特色的功能，就是之前在它那个 iMac 上有说过，就是说它是1200兆的前置摄像头，然后它支持就是说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广角镜头，它支持就是同时这个拍人脸，对吧？还能看到桌面，对吧？同时支持2个页面的输出，我觉得这只是个裁剪的一个技术，并没有它支持在内置机器上支持了，我觉得是个挺不错的小功能。它现在就是 HDR 亮度支持到1600尼特，是一块非常优秀的屏幕啊。然后 SDR 支持到1000尼特的亮度。对吧？这次呢，它是在这个就是那个纳米那个玻璃啊，现在在选高配是可以选购的，对吧？就可以让大家在阳光下也可以就是说直接使用，就不会有太多的反光跟眩光的问题。这次这个 Soundbook 这个雷电5的接口啊，就是
这之前在跟 Mac Mini 上是一样的，对吧？是来到120GB 每秒，对吧？但目前这个配件，估计用到这个应该很少吧。而且这个转接卡、转接显卡物就是转接物应该是非常贵的。Mac 也继续在推它这个游戏功能啊，说它有支持很多的游戏，但我觉得 Mac 去打游戏啊，这个开发者还需要多努力，对吧？这些老游戏支持上，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更愿意在 Windows PC 上去玩游戏。Mac 现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 Rosetta 转移的话，也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还需要大家去重新去开发它，还是要花一些额外的精力啊。我觉得未来可能，苹果电脑可能在这个游戏领域啊，希望会大放异彩，也是游戏佬们的福音啊。他这个视频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生成这个图片，这个科学家可以放在这个 Python 里，我觉得这就非常扯，对吧？这生成 ARGC 生成的图像怎么可能直接放在这个文章里呢，对吧？你的科学这个专业的文章里面，这是非常不严谨，对吧？我觉得只能说娱乐一下就可以了。苹果这个说的是不对的。它最后还加了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发布会，对吧？它是一些很特别的镜头啊，全部是用 iPhone 拍摄的，而且在 Mac 上编辑，对吧？这是个给他自己打了非常好的广告，说明他的视频能力啊，基本上也是登峰造极了。代表普通人也能拍出这样的效果？后来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这次 Mac 就正常的整个家族的迭代，对吧？非常的就是让人振奋，对吧？感觉它升级了非常多，对吧？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激动，对吧？也不用，如果你手持拿了 M3 系列家族的这个芯片的这个 MacBook Pro 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太着急升级。这个雷电5暂时用不上，其他的也没有，就觉得也升级也还好吧。日常的这个性能提升，其他的外观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升级迭代。现在就是 M4 Ultra 这个芯片，我估计明年在春天的时候会再登陆像其他的 Mac Studio 跟那个大的主机上可能会登陆。今年的话，发布会也是已经结束了的。所以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